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光喵的 Vlog。这是一支教学加幕后故事揭秘的 Vlog。很多小伙伴想要知道该如何拍摄一支 Vlog， 想要知道我们的拍摄器材，也想要知道该如何拍摄一支带有电影感镜头的旅行 Vlog。今天喵喵呢就会把我们日常拍摄 Vlog 的幕后故事给分享出来，顺便教一下大家该如何拍摄一支好玩有趣的 Vlog。我们今天会去到昆士兰很著名的 Glasshouse Mountains 爬山，那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出发吧。我们在去拍摄的路上啦，阿超同学正在开车。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拍摄之前一定要准备的东西呢，就是拍摄的脚本。这个脚本其实不用非常的复杂，就只要写好说今天要拍些哪些内容，你的这个 vlog 的故事线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了。我们每一次出去拍摄，不管是什么样型的 vlog， 我们都会写脚本。这个可以帮到我们很多的点呢，是你不会漏拍素材。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只有一次，然后你回来以后发现有些镜头没有拍到，就很尴尬，因为就没有办法再补了。所以如果有好的脚本和故事线的话，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也可以让整一个的视频更加流畅，难度系数也会降低，还有就是不会漏素材。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拍摄一支好的 vlog， 学会写一个好的脚本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哦。我看到一些新手 vlog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放一些比较冗长、没有什么意义的画面。那教大家一个小 tips， 就是做一些减法，把一些没有什么美感，然后毫无意义的画面去尽量删除。比如说，就是你从家里面出发到达目的地这个路上的过程，如果没有什么太多的高光时刻或者精彩画面呢，大可以去除掉。你只要放你出发时候的画面和到达时候的美一点的画面就可以了。整个视频会更加有逻辑性，且画面呢会更加有美感，观众也不会觉得无聊。记住了吗？山里的空气是真的好啊，到处都是鸟叫声。今天也是真的热，走了一半浑身都是汗，然后停下来休息一下，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才能够拍摄出来具有电影感的 vlog。 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这种拍摄手法。这种手法呢，刚才大家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这个镜头，以及我们刚才爬山的这个画面，都是比较偏电影感和 cinematic 风格的 vlog。 这种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善用分镜头。我们不是拍电影，所以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机位同时对着我们，于是我们一个动作呢就要做5、6遍，用不同的机位去把它记录下来，最后在剪辑的时候把这些机位都剪在一起。那这样呈现出来的画面呢，就更加具有故事感和电影感，还有高级感，就跟普通的 vlog 就不太一样了。你记住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在山顶上了，大家看到我已经把帽子给戴上了。澳洲的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晒，就是大家如果出去玩或者说出去拍 vlog 旅行的话，就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澳洲的太阳啊，不仅仅会把你的皮肤晒黑，而且还可能会晒伤，这个都是血的教训啊。作为一个经常出去旅游的博主来说，这个是防晒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般出去的时候都会戴上大帽子，以备不时之需，然后还有这个墨镜，还有防晒霜。那我就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拍 vlog 的时候，我们都会带哪些器材。我其实就是非常简单，一个佳能的 GT X3 的这个vlog 相机。这个相机算是蛮轻便的，虽然我
经常吐槽它，觉得它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像对焦啊这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一支比较实用的 vlog 相机。它拍出来这个人像的那个脸啊，会很好看。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我说，你用什么相机拍的？你有用美颜功能吗？没有，都没有。我相机都是原色出来的，是因为佳能它自带了这个美颜的功能，看上去 vlog 的皮肤的颜色就会很好看，所以还是蛮推荐给女生朋友的。然后也会带一个麦克风会买一个防风罩在上面。这个作用其实也是因为山上啊、海边啊风很大，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防风罩的话，你讲起话来就不会有风吹过的声音，还是蛮实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摄像大哥的包里面放了哪些东西吧。那我出门必带的就是这台索尼 A7M3， 然后镜头的话，我现在是配了一个24-105的挂机头。这支镜头呢，就是可以满足我大部分拍摄的需求也可以不用频繁的更换镜头，因为你一直在换镜头的话，很容易这个错失一些特别精彩的瞬间，而且还容易被同行的人嫌弃，因为你换镜头要时间嘛。我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麦克风，对吧？它跟刚才的我没有开车，跟刚刚那只圆的麦克风比起来呢，它的音质会更好，因为它指向性会更强。我们一般会拿它来收集一些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水流的声音啊，比如说这些鸟叫啊，然后还有一些树叶的沙声音，都是这只麦克风给收录进去的。当然了，我会带一支比较轻便的腾龙17-28的广角镜。这支镜头的好处呢，就在于它特别的轻便，它呢就可以放到我的稳定器上。说到稳定器呢，我的这一款 Ronin SC 也不是第2代，是第1代，是非常轻便，所以它上不了。装了这个镜头的话，它就上不了这个稳定器，所以我需要用稳定器拍摄一些比较丝般顺滑的画面的时候呢，我就换上这支广角镜。当然啦，现在很多人出去玩都会带上这个大疆的无人机，我们这台是 Mavic 2 Pro， 非常好的哈苏镜头这个画面的颜色出来比我的索尼 A73 还要棒。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小配件，就是我镜头上的这个可变 ND 减光镜。为什么要带这支东西呢？因为索尼用户都懂的啦，一开 S-Log 它的这个 ISO 就直接飙到了800，所以呢那个经常会过曝。然后我们带上这个东西的话，你拍摄的时候可以拿来控制它的进光和减光量。然后我这支呢是皮老师 Peter McKinney 和 Polar Pro 合作的这一款，这是我用到现在最好的一款减光镜。如果是想要拍这些比较好看的电影感画面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必备的，比任何镜头都重要。减光镜比任何镜头都要重要。我们已经要准备开始飞无人机啦！你今天准备怎么个飞法呢？我今天风还是有点大，所以我也不敢飞得特别远嘛，所以我可能就是在这个山的这个范围内做一些环绕然后拍一些跟随的镜头，这样子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里边出现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和比较有意思的画面。我很庆幸自己可以成为一名视频原创作者，或者说是生活和旅行的记录者。相机画面里记录下的不仅只是眼前的美景，是当下那个黄昏日落里的记忆，是你辛苦爬上山后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是值得被珍藏也值得被分享的瞬间。这里真的太好看了，太美了，真的没有枉费我们气喘吁吁的爬上来，爬那么久的路然后待会儿太阳落山之后，我们还要气喘吁吁的往下爬。Anyway 啦，但是风景很漂亮，非常值得给大家欣赏一下美景吧。一支 vlog 的诞生背后，其实更多藏着的是幕后那些你不曾看到的点滴。尊重每一位原创作者，感谢每一位让我们看到更大世界的 vlog。屏幕面前的你也要加油哦！我们下一期 vlog 再见啦！